韩国人卖彩票都这么卷的吗？几个身穿制服的美少女上门推销彩票，架不住他们的热情。男人买了一张，然而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运气，随手就扔掉了。餐馆打烊后，彩票被老板扫进垃圾桶，一阵风吹过，彩票飞了起来，被路过的外卖小哥带走。就在下一个路口，彩票再次被风吹起，插进了一辆军车的轮胎。不久，军车开进了韩国边界军营，彩票落到了士兵小千脚下。要知道，在韩国边防服役是很枯燥的。小千看到彩票背后的美女照片，乐开了花，顺手就揣进兜里，等睡觉的时候拿出来看。换岗后，小千回到休息室，打开电视，正好上面在播放彩票开奖。他想换台，遥控器却没电了，只好摆烂看起了開獎。第一个幸运数字39，这数字好像有点眼熟啊。小千打开柜子，拿出彩票，果然对上了。두 번째 행운의 숫자는 몇 번이 나올까요? 36번이래요. 我씨발 너 두 개만 했다. 接连对了2个，小千有了一丝兴趣，直到一连中了5个号码，他开始绷不住了，紧张的盯着电视看最后一个号码。我的妈！关键时刻，队长来叫他们熄灯睡觉了。这时的小千已经失去理智，上去就给队长推开。打开电视一看，妈妈呀，捡来的彩票竟然中了头奖！多少钱？57个亿！他一晚没睡着，第二天吃饭都还在傻笑。一想到自己退伍后就直接变成亿万富翁，他看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战友，就像看乞丐一样可怜。在广播室里和朝鲜广播员吵架也变得更有底气。这天该小千去边境站岗，他专门去借了本如何与老百姓相处的书在那看，这飘的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一阵风吹来，又把彩票刮走了，直接飞进了朝鲜领土，这把小千急哭了都。彩票就这样飞呀飞，飞到了朝鲜士兵荣浩身边，他捡起来看不大明白这是个啥，他回去问见多识广的战友小胖，小胖一眼就认出这是韩国的彩票，便科普道： 이거 육사오라는 겁니다. 45개 번호 중에 6개를 맞히면 거금을 준다며 남조선인민들의 고혈을 쥐어짜는 小胖为何知道这些？因为他是坐办公室的，有一些背景，可以接触到简单的网络。他上网一查，这彩票竟中了57个亿！我的天，发财了呀！但他们是在朝鲜，要怎么兑奖是个大问题。另一边，小千利用丢彩票时的风速以及彩票的重量，再利用勾股定理计算出彩票大概飞1.2公里就会落地。还好，那里是朝韩缓冲区，没有进入朝鲜领地。他便半夜挖了个狗洞，悄悄越过边线来寻找。找了半天，彩票没找到。朝鲜边防士兵倒是冒出了一个，正是捡到彩票的荣浩。话说朝鲜与韩国以前经常在38线互射，你开20枪，我就开50枪；你开50枪，我就还200枪，但都是往天上打，不伤人，目的就是不输面子。久而久之，双方都觉得这样做太浪费，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把枪换成了喇叭。 덤으로 300발 더 날려주라. 这样一来，两国边防士兵的仇恨也越来越低。小千被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大半夜会有朝鲜士兵出现在这儿。其实荣浩是来找韩国士兵帮忙兑奖的。他拿出彩票，说道： 네가 현금을 가져오면 내 10%를 주겠어. 看到彩票，小千当场就跪了：“大哥，这是我的，还给我！”荣浩当然不愿意啊。这时，朝鲜那边传来动静，荣浩害怕是巡逻队的，便和小千约定3天后在这里谈判。第二天，小千挖狗洞越境的时被队长发现了，队长大发雷霆，质问小千是不是当了间谍。没办法，小千只好把他怎么捡到彩票，怎么发现中了57个亿，以及彩票被吹到朝鲜，被朝鲜士兵捡到的经过都说了出来。啊，你说你中了57个亿？对，千真万确。喂，医务室吗？这里有个兵得了精神病。见队长不信，小千拿出手机，上面是朝鲜士兵和中奖彩票的合影。这时，士兵满洲来汇报工作，他很懂数码方面的东西，队长便让他看看这手机上的照片是否有假。满洲一看，毫无 PS 痕迹，是真照片。就这样，队长和满洲入了伙。3天后的夜晚，他们出发去谈判。既然是入了伙，怎么分配利益是个问题。小千说分队长10%。 와이프가 어머니 병원비 없었대요 하는데 어머니 요양병원 보내드려야 되는데 하루는 애가 그러더라. 아빠 우리 왜 돈이 없어요? 15% 드리면 되겠습니까? 지분 15%에 아낌없는 지원과 후원. 이런 소추장 없다. 나 양심 있는 사람. 응? 잘해보자. 朝鲜那家伙要分一笔走，队长又要分走15%，满洲的份额一定要少给点。满洲，你喜欢的数字是几啊？7，我喜欢7。好，那我分你7，10，我喜欢10。另一边的朝鲜边境，荣浩和小胖也出发了。小千和荣浩在老地方开始谈判。小千说，根据失物招领法第4条，捡到别人东西必须归还，归还者可以获得最高20%的补偿。也就是说啊，你把彩票给我，我领了奖，分你20%，怎么样？很合理吧？좋아라. 副腿。
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没有我，你20%都拿不到啊！呵呵，我不给你彩票，你不也1分都拿不到吗？小千只愿意给20%，荣浩坚持要拿90%。这次谈判不欢而散，荣浩转身回到了朝鲜，可刚回去，他和小胖就被指导员抓了个现行。我早就发现你俩不对劲，快说，你们是不是叛国通敌？我要是说我们中了57个亿，您信吗？接下来，荣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。指导员一开始还不以为意，但听到57亿韩元，大概是3000万人民币的时候，他秉着见者有份的精神，慢慢的放下了枪。这边，韦大军一在小千告诉队长没谈拢，队长认为小千没有谈判技巧，决定亲自去谈。第二天，他们用喇叭放了一首《我想见你》的歌曲。朝鲜那边也挺聪明，一下就明白什么意思，他们摆出各种字母造型。韩国一方把这些字母都记录下来，然后几人开始研究，最终发现这些字母的含义是公共供水区。在韩朝缓冲区确实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看来对方的意思是让他们去这里谈判。晚上，三人再次跨越边境线，来到了公共供水区。 저녁을 보니 삶은 닭대가리는 아니구만 기래. 종 내려라. 총 내려. 谈判开始，两边上来就互不相让。韩国一方只想分他们20%，朝鲜一方要求分得90%，否则就烧掉彩票。第一轮谈判没谈拢，中场休息了一下，进行第二轮谈判。让朝鲜一方没想到的是，韩国人上来就大让步，直接37分，而且是朝鲜7，韩国3，这可把朝鲜方整懵逼了呀！他们本以为最多就是5-5开的结局，反应过来后，指导员当即拿出彩票表示同意。然而就在交彩票的时候，小千和满洲脸上都露出诡计得逞的笑意。原来在中场休息时，小千出了个主意，既然双方僵持不下都不肯让步，那我们就让啊！反正彩票到我们手里之后，我们1分钱不给他们，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，不是？这种不守信用的办法当即就被队长采用。然而荣浩看到对方脸上猥琐的笑意，瞬间反应过来对方有诈，两个人就这样抓着彩票不放手，但谁也不敢用力扯。就在他们僵持不下时，一个韩国供需官出现，他是负责公共区域的维修工作，和韩朝两边的关系都不错。知道了彩票的时候，他作为中间人提议道：5-5开，谁也别多拿，这样才公平。双方同意，但又回到刚才的问题，怎么保证韩国一方兑奖后信守承诺呢？中间人给他们出了个好主意，交换人质，就是把韩朝双方其中一个人互换到对方阵营，等分了钱再换回来，反正各自的领导都在，几天时间也不怕穿帮。主意是个好主意，但派谁去呢？韩国这边派出小千，朝鲜这边派出荣浩。虽然语言相同，但两个国家说话的腔调还是有区别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个人开始练习对方国家说话的语气和习俗。到了互换人质的这天，两人换上了对方的军服，双方领导拿出他们国家的特色小吃，开始喝酒聊天，为小千和荣浩送行。为了营造气氛，能够接触网络的小胖来了一个韩国女团舞，这妖娆的身姿把指导员看生气了。 야, 승일아, 최승일. 이 갓나 새끼 미제 양키물이 단단히 들었구만 기래. 사상 투쟁 한번 해가서 정치 야, 승일아. 용호 동무 다시 한번 들어보라. 들어보라. No, no, no. 有了韩国队长和朝鲜指导员的引荐，两个人顺利进入对方部队。在韩国部队，荣浩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，吃的那叫一个狼吞虎咽。看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吐槽一下，韩国人这简直就是在尬黑。另一边的小千在朝鲜部队不敢大声说话，因为朝鲜军人的气势让他很害怕，部队里的训练更是吓死人，动不动就要胸口碎大石。 好在指导员及时赶来，小千才没被打吐血。指导员以小千身体太弱为由，把他叫到了后勤去养家禽。最近不知怎么的，部队里的鸡鸭都不下蛋了，这把农少管理员急坏了。小千一听，这好办呐，不就是鸡鸭不生孩子了吗？在韩国最容易生孩子的地方是哪儿？当然是夜店。于是他把农少改造了一番。 잘 자라.
这昏暗耀眼的彩灯让农舍充斥着强烈的荷尔蒙。第二天一早，管理员拉开帘子，直接惊掉了下巴。恰好今天团长来部队视察，听说小千有让鸡鸭一夜下千担的本领，当即就要保送他进入平壤农科院。在战士们的欢呼中，小千被送走了。这要是一去，那还不得完？好在刚出发不久，一个女兵把车拦下，她是荣浩的妹妹夕颜。荣浩临走前告诉过他小千的身份，他以部队需要小千录制一个科学养殖的教学视频为由，向上级申请了暂缓送小千去农科院。就这样，小千被救下，他和夕颜也就这样认识，并相互产生了好感。另一边，在韩国部队正跨越边境线进行入侵演习，然而缓冲区里没有地雷，一个倒霉蛋不小心踩了上去，这可是真地雷啊！韩国新兵都是些软蛋，没人敢去帮忙，只有荣浩不惧危险上前去拆地雷。 이건 우리가 심어놓은 아니 북한이 심어놓은 목함지레입니다. 살상 반경은 3m. 5m 정도? 고구마 100개 먹어서 완전히 답답한 상황이다. 이 말이야. 무덤이야! 这件事让荣浩这个新兵在韩国军营名声大噪，谁也没想到，两个互换的家伙在对方阵营都成了兵王，身份暂时稳定了，对彩票的事也不能闲着。小千去了朝鲜，只能让满洲去彩票中心拿钱，不过得找个借口出军营。 땡기는 걸 하나 골라봐. 뭐가 제일 덜 아플까요? 아프긴 다 아플걸. 이거? 아니 이걸로. 아니 왜? 그래, 편하게 골라라. 망치. 그거 한 방이지. 돌 깔끔하겠다. 짱돌로. 아니 나 이거 그거 엄마한테 사랑한다고. 네. 미안하다. 彩票可是个大宝贝，万一被小偷给偷走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临行前，队长拿出一条他亲手做的内裤，上面的小包包用来装彩票，怎么都丢不了。满洲也知道彩票的重要性，所以为了确保彩票没丢，在去彩票中心的路上，他无数次往裤裆下面摸。 大街上摸，楼梯上摸，就连地铁上都要摸。面前的妹子以为遇到了痴汉，拿起手机拍下证据。路人也都认为他是个变态，纷纷掏出手机把这个变态男发到网上。更是有人根据网民提供的照片，给这个变态做了一个行程追踪。 15시 48분 강화문에서 철화장사 사 먹고 16시 1분 로또도 사고 을지로 3가에서 순대사 처먹고 핫도그를 사 먹고 종강역 아메리카노를 사쳐 먹어. 왜 자전거 수리대를 왜 구경하고 놀이터까지 하냐? 그래 5분 전에 올랐네. 황간의 칼국수. 虽然坎坷，但满洲好歹是把彩票换成钱带了回来。可由于朝韩缓冲区常年无人，有不少的野兽出没。就在他们准备分钱的时候，一头野猪冲了进来，他眼神好像有点问题，把地上的钱袋看成了自己的猪仔。他发疯似的冲过来，钱袋正好挂在他脖子上，野猪带着钱袋跑了出去，踩到外面的地雷，钱被炸成了渣。这叫什么事儿？搞了半天被一头野猪给毁了。就在几人绝望懊恼时，满洲又把手伸进了裤裆。 야 너 지금 뭐 하는 거야? 빼! 뺐다! 그게 왜 거기서 나와? 아씨 이거 좀 이렇게 여기라고? 이거야. 이거 좀 그래 이렇게. 原来钱袋装不下，满洲把自己该分的钱放在了身上，他拿出来和大家平分。虽然只有几十万美金，但也让绝望的几人重新露出了笑容。更可贵的是，朝鲜半岛南北国在这个供水区实现了和平。